从头到尾没管过攻，他们这几把其实都没怎么管发育路的，没管过一诺。但是你不管他，一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超前发育了。问题来了几，分钟前他都是能够抛出3件装备来。如果管不住怎么办呢？就如果管了一诺这边的话，渲染那边管不住了咋办呢？还是先做好中野辅吧。OK， 就因为我现在感觉你让他们两就双边管一边，另外一边管不过来就管不过来。来看安奈特阵容，安奈特加仓，邵思源哦，有一说一，我觉得邵思源大司命是可以的，但是 AG 不会把自己 KPL 那个邵思源的那个哦带到这儿来吧？因为邵思源在这个版本赛事版本里不算特别厉害，有点让人烦。哦，你看来了。大司命敖影，中意的 FMVP 英雄，但是邵思源跟敖影一直是 AG 在2026年，特别在这次的夏季联赛里面胜率很低的英雄。那大司命胜率高啊？不能吧？不能吧？对冲一下。梦奇，其实这样是好的，他们之前有时候拿这个邵思源敖影嘛，他总是没有前排。今天有，有大司命。虽然说大司命会稍微被梦奇 counter 一下，不过从刷钱角度上来讲，梦奇是刷不过大司命的。是的，而且大司命其实也不怕梦奇。关羽，在 Aurora 的边线上面，还有夏洛特和法提赫，相对其他英雄比起来能用的。这把夏洛特上了一个班位。如果打敖影来讲的话，其实法提赫会好一些，只是这个英雄也是前面讲到会偏弱一些。黄铁，安琪拉，安琪拉搬掉了，这是给大司命做的班位，打大司命的英雄。这局 AG 可以拿邵思源加小乔，也能接 combo， 或者外面还有个海月。这套以今天的这种打法来讲，这个大司命肯定是厉害的。因为最近的比赛里，其实我们在 AWC 的比赛当中看到大司命的画面不是特别多，就大家用的不算特别的在行。这个大司命如果能够中期狠狠的刷起来，狠狠的进攻一波的话，偶尔这边压力会特别大。姜子牙打大司命，哦，那他这个阵容是姜子牙和梦奇在那里挂减速去恶心大司命，然后给他加 debuff， 让仓去补伤害。蒂范罗吧？哦，我刚刚说蒂范罗，其实偶尔拿也不错，但是这样给 AG 拿到蒂范罗之后 ，Aurora 的这个边线上很难选。他其实边路对抗路要补点伤害的，他这个阵容。你要不然打芈月吧，选个芈月打对线，但是芈月打团打 AG 这个阵容不好用。其实这个法提赫干不过蒂范罗，也没办法，他考虑到了团战，考虑到团战的时候如何去切这个敖影。他如果是选芈月的话，虽然你在对线蒂范罗的时候团战打不过好一点，但你团战就没啥用了。AG 这个阵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们的野辅去撑3线英雄发育，看中艺能不能把渲染、一诺和长生给拖起来。他最想要的画面就是那种直接中期开始就靠着大司命一个人就可以开始反手开始打进攻的那种画面，他只要够有钱就行。而 AG 这阵容，它并不是以打控制为主的那种阵容，它更多的是跟你在拉扯过程当中，我通过高经济的大司命去吃你伤害，然后给后排空间让他们去打，对，挤出位置来，对，然后让你把技能更多的消耗到大司命的身上，我拿伤害去打你，把你打走，是的，所以然后来抢更多的资源。所以安奈特他的一个作用，可能在打到 AG 阵容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用，就他不放控制。来吧，双方的第4局比赛，目前蓝色方的 AG 已经3比0手握4个赛点了。看一下 MKL 的 Aurora 能不能够扳回比分，扳1分都是有赏金的。野区是不好进的，中线其实是比较弱的。先过中，就这把 AG 前期肯定是不会搞太多事情。
他最多就是像少司元加敖影这种对线是挺厉害的，但他前期肯定也不会有什么进攻的想法，那就是闷头刷。是的，因为他们阵容上虽然是一个3线有优势的阵容，但是还是更加需要装备。他更愿意在自己最强那个时间点结束战斗。哦，这波危险，但是还好。哎呦！反手2下，直接把向这边秒掉了。哇，这波他反手一个2技能晕了一下法蒂赫，然后一个强普打过去，直接击杀了。本来我们以为渲染自己可能要危险啊，就这里血压的太低了。这先一个1技能拉走，蹦，然后回头一个2晕住，再一个强普，刚刚好的血量。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他前期虽然挺厉害的，但他最强的点一定是什么？中艺发育最好能领先个对位1000、2000的，因为大司命刷得快。然后这个时候一诺跟渲染就开始疯狂补经济，长生的经济可以慢慢补。是上面小野还被长生给拿走了。渲染肯定是最先发力的，他们阵容里线上英雄最先发力。本身他对线是打法提赫很好打，再加上到后面这个阵容敖影对红 buff 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再加上正好可以把红去给到蒂范罗。没错，而且蒂范罗又强，他比我们的司空震 CD 段伤害高。是。哎，姜子牙烫到，可能要飞了，直接交大保了一下状态。是的，朝前飞，往前走，因为女娲要传下来。落地往回打，逼着跑。JR 没想到啊，就真的以为上天要走，没想到竟然是一波反打的号角。但你能想到就是敖影往前飞啊，往前飞，然后女娲传过来，反倒 JR 这里变得退无可退了。不怪 JR 啊，这个位置你看不出来他要干嘛呀？线上没人啊，吓人。这就是女娲这里的一个能力了，半途流的一个支援。关键是一个加强版的司空震遇到了削弱版的曹操，同时前排拿到了1血，线上曹操感觉呼吸不了。双边 AG 都已经完全压制住 Aurora 了。对，再加上他们本身中野辅在有大司命少资源存在的情况下，中轴的对抗上也是可以先拿线权的。场上已经进入到 AG 的节奏当中，完全不虚。虽然现在经济差的其实也挺多，3分钟2000。是的，只能说没崩，但是已经差距很大了。现在 Aurora 是有点想在敖影大招没好之前在下路突破节奏的。安奈特蹲的这个位置，想用大招去吹一下敖影。哦，行吗？伤害够不够？哇！大帅非常关键的一波支援，还想要反打。姜子牙有闪现，这里烫到2技能击飞，挂住了，可以保一个闪。哦，火龙魂锁到还逼闪了，这压怕少素媛22上来定他。小野博弈没有抢到，玉龙拿赤甲，这条龙怎么说？Aurora 线很差 ，AG 可以直接拿掉了，中野有惩击。刚才大帅的那个支援真的太及时，太关键了。对，本身是 Aurora 设计的非常好的一波。对，安奈特提前藏在边草。哦，定一下，女娲落地，反过来又是长生，差一下，大司命侧面跟过来的一诺往前飞，直接喷死了 JR。这位置大帅藏太好了。梦境环游拉开，安奈特大招，但旁边的蒂范罗司空震已经大招压了进去，配合队友正面直接把 Saber 安奈特收下。我们讲过，这个阵容里面安奈特真的没什么发挥空间，特别是刚才大帅蹲那个位置太刁钻了，是的，他其实蹲在了Aurora的塔下的草丛里，啊，又配合到女娲落地走位，志红拉扯了一下。其实无论是下路敖影那波向前飞，还是大帅少资源蹲在了 Aurora 他野区的那个草丛里面，都仰仗的就是长生这一手女娲的支援。就是因为那种位置不是Aurora没有戒心，就是从正常人的视角里啊，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威胁，他就不会有危机感。如果线上你敖影突然往前飞，在他眼里又不可能杀我，包括这位置正常来讲一个人都没看到，就算飞出个少资源，你潜意识里会觉得就是没有威胁的，真的。但是嘣一下飞下来个女娲。给到的威胁就很大。长生这一局的女娲，
他对于3技能这种传送的运用，感觉把这个英雄从前期弱势英雄完成了一个强势。对，但关键是配合的好。他当时但凡要不是说龙往前飞，或者说真的少资源蹲这个草，其实正常线上你也不太好去创造这种击杀机会。是的，就人真的是有潜意识的，就你可能自己没觉得，但正常对于R2的选手，在那个位置他就不会觉得危险。哎，看大帅。 看了一下视野，想让长生用大招抢一下蓝，差一点。而且现在蒂范罗应该经济非常高了吧？你光是看团队经济上面，这6分20秒的时间 ，AG 已经领先了4000，估摸着1500在大司命身上，剩下的可能1多半在对抗路身上。 all in绕后，我这位置怎么说？没线是不好越的。被看到了闪现过来，但是没打到，只是想把伤害往后半身上灌，但差了一点点。再少资源拨一下，伤害还是低了。哎，但另一边是仓加法提赫双边连线抓掉了蒂范罗，把渲染的蒂范罗打掉了。不过2个残。哦，刚好就赌你能不能来得及。对。 JR 这边回城的时间要到了，差一点点。JR 想着我就不松手。一诺破晓，侧面飞进来一个all in，打了一套给到姜子牙，然后上天走，打残守线的人的状态。梦琪还是很顶啊，没这个梦琪感觉正面压力会更大。是的，他是真的能扛。毕竟现在女娲和all in伤害还没完全。哇，志宏。 刺激，吓一跳，想落吗？没有落下来，不敢落。看大帅和一诺2个人卡了个视野，摸进草丛里面，蹲到一个仓。 但是我看一诺应该是对这个姜子牙是有点想法的。准备反红，上路法提厄要被包了，女娲已经点传送了。这个位置的话，三这里肯定是走不了的。没错，而且中已经提前的也去布好了位置，但正面看一下，一诺这里是被夹击打掉了。哎，这个位置。 应该是安奈特大闪，而且可能是草丛里的大闪。对，因为 Saber 他这里安奈特闪现和大招全交了。对。但其实这个从 KPL 的视角来看，就从现在这个阵容结构上来讲，打掉all in不如打掉蒂范罗来的赚，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兜底的那种英雄，就顺风局的情况下，射手是最没那么重要的。 因为蒂范罗的边带现在让柔柔非常头疼，我这里女娲和少资源传过去了，直接去抓掉了一个仓，然后这是前面上路女娲帮蒂范罗去抓法提克，然后蔡青在中路，看着好像是在中路草的位置，一诺是不是草旁边的位置？感觉就是直接被大闪到了。原来是3个人的绞杀，没给任何动的机会。就这个女娲这把太活跃了，长生这里。 踹一脚，给控冰甲，女娲也传过来，再踹，动弹不得，小控制的衔接，让他有一种拿命去带线的感觉。是的，所以说都把线带那么深，就是现在在带线上的这种苦恼是最严重的。这中塔不好守了，柔柔要直接放，如果守的话容易被开啊。 梦琪远距离的技能够多，哎，好痛！别说，哎，仓闪现被逼，是的。我还有点想再往前去骗技能的意思。那这里只能拉扯，大司命是没来的，大司命再打10分钟。哎，这一下，姜子牙大招偏了，是的，不然的话应该能秒。对，大招的一个角度往左偏了点，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志宏抓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打掉all in。是。 终
易也把暗影暴君拿下了。我感觉下波 AG 来压这个中塔的时候，all in 可以闪现开一波，然后让长生女娲再补一发，只要打到后排的话，就能秒。对他俩的配合就可以把 CV 秒了。那这个中塔守的还真挺久的，梦琪只有远程技能在过线，大招拨一下，安奈特侧面躲开。蒂凡罗在侧面卡着距离，有时候是这个中塔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不要没了，准备硬拆，再转一下下路高地，可以把线接了。真的越往后期打 ，Rora 阵容会越难，越不好打。H 的打法太稳了，他属于那种不是大家最爱看的，也许疯狂打架的打法。但他这种有时候在对面，特别是现在对于 L2 这种打法的队伍来讲，很折磨。Rora 也是偏打架的，是的，就大部分的非 KPL 赛区的队伍都是偏打架的。对，除了像农心那种，这种遇到 AG 这种打法都会很头痛，会倍感无力。AG 就喜欢玩运营，然后善于打中后期团战。是的，但今天在运营过程当中，其实有抓 Rora 破绽。继续退回去，稳定的拿暗影主宰。安奈特带人过来，想看一波，先给个2技能，看一下草。姜子牙飞起来，的敖影大招。这个龙中意不打了，血量不是很好。这是真的稳健。但凡要是能把经济能够稳稳的咬住，不出问题，我觉得到这个团战上是真有画面。但是还需要点时间，起码再拖个6分钟。拖6分钟的话，把提克仓、姜子牙、梦琪这4个点的经济就可以都追上来了。到时候就到饱和了，饱和期。但我感觉这个6分钟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是，尤其是他们上路这个摇摇欲坠的高地，立马就要被推了。布个线，让炮车去打就可以了。上高被炮车推掉。哇，等一下，志宏怎么被秒掉了？秒掉了，单杀！这女娲一套绞杀接大招给他秒了。应该是的。他可能是个221大。对，就直接一套带走。但这种少了个关键的手线的中路啊，这会退吗？你说？不退，准备打一波的。这已经顶着去强拆中路高地了，再等下路龙兵压进水晶 ，AG 这波就可以逼着 Rora 防守的时候跟 AG 产生碰撞。是的，但只要一碰撞，以这个经济而言 ，Rora 是碰不过的。龙送进来，压着位置，梦琪想拿仇恨之把龙卡出去，但做不到。大闪开团，闪现往后走，但摸不到女娲，矩阵夹一下，渲染再进场 ，Saber 这边呢他先被打掉。转手，雨龙在前面硬顶，但伤害有限，仓点了几下，终于被两人残血。正面的梦琪已经没了，虽然再往前压位置，射手直接被压了回去。兵线过来，一诺上天，往里飞，落地可以直接打水晶，但是兵线没了。要再等一会儿，这个时候少素媛还活着，可以往后等少素媛把血量抬回来。大帅正好有大了，虽然有龙，但外面还有3个人是没复活的，在 Rora 这里也可以直接推。卡一下，大招一波打残志宏的姜子牙，兵线往里送，闪现调位置，硬点渲染这里没有死啊，反手涌进去，直接团灭而啊，兵线送进来，4比0，恭喜 AG。AG 就是具备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打法的一支队伍，他们这样的风格在赛场上的表现依旧优异。很多来自其他赛区的队伍，也许他们更希望面对到的是像 KSG 这样猛冲猛打的风格，他们也不愿意遇到像 AG 这样的缠斗。就这样的打法会弱化掉他们最擅长的东西，而 Rora 的话，作为 MKL 的冠军，到这儿就要暂告一段落了。他们今天的表现其实足够优异，虽然看到比分的您可能会觉得他们真的差距很大，但如果您真的一路看过来的话，您会觉得这支队伍已经在进步了。他们也代表着 MKL 赛区的实力做得非常不错，但可能想要突破AG这样的防守，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跟成长吧。AG 的运营对于 Rora 而言还是太过于娴熟了，让他们找不到破。